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闪电访问中亚，企图拉拢中亚国家对抗俄罗斯，并再次恶炒中国援俄武器。实际上，美国高层散播的这些假新闻遭到乌克兰官方打脸。乌克兰情报部门负责人表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有援俄计划。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强调，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立场，反而是一直向乌克兰战场提供军火的美国应反躬自省，停止混淆视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2月28号和3月1号闪电访问中亚，召集中亚5国外长开会。外界注意到，作为首位访问中亚的拜登政府官员，布林肯的中亚之行正值俄乌冲突满1周年。他宣布，美国政府为中亚5国提供2500万美元援助资金，并呼吁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站出来说不。有观察指，作为苏联成员国，中亚国家与俄罗斯关系密切，而冷战结束后，美国依靠大量非政府组织对中亚国家实施渗透，但影响力一直难以扩张。布林肯此访意图借俄乌冲突陷入焦灼之际，向中亚5国兜售美国的价值观。值得警惕的是，布林肯还恶炒中国援俄武器。We did very clearly warn China about the implications and consequences of going through with providing such support. We will not hesitate, for example, to target Chinese companies or individuals that violate our sanctions or otherwise engage in supporting the Russian war effort.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驳斥了布林肯的谬论。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劝和促谈，推动危机政治解决。我们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美国一直向乌克兰战场输送致命性武器，还四处煽风点火，散布虚假信息，中方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呢，美方频繁抹黑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试图为中方制造国际舆论压力。那今天发言人毛宁以大篇幅回应了布林肯近期的涉华负面言论，并且进一步揭批美方在其所声称的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寻求和平、维护国际秩序、公平正义等方面的双重标准。毛宁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停止混淆视听，信口开河。过去10天来，美国政府多位高官一唱一和。2月18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美方对中方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支持的可能性表达深切关注。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2月26号连上3档美国知名电视栏目，声称美方已经以闭门方式将对俄提供致命援助的利害关系后果陈述给中方。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也对媒体表示，我们确信中国正在考虑为俄罗斯提供致命军事装备。此外，美国政府高层还向媒体释放大量所谓的细节。然而讽刺的是，没有一家美国媒体提供了可靠的证据。我们的目标是劝和促谈，所以不管这个美西方怎么炒作，我觉得中方的态度是明确的。现在是一个后真相时代，特别是他们这种对中国的污名化的一个动机背后呢，可能还是要理性的去思考。美方的炒作也遭到冲突当事方乌克兰的打脸。乌克兰情报负责人布达诺夫接受美媒采访时坚称，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有援俄计划。对于美方散布的情报，布达诺夫则表示，我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恕我直言，我依赖的不是个别人的观点，只信事实，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事实。分析认为，中国近期提出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方案获得多方赞誉，美国的立场则是给俄乌冲突拱火浇油。对华发起舆论攻击战，就是希望扰乱和破坏其促进乌克兰和平的努力。因为俄乌冲突继续下去符合美国既得利益，以零和的方式战胜俄罗斯，确保其在欧洲的战略利益。要把这个俄乌冲突的火烧到中国身上，那么在这种国际舆论和道义方面对中国进行打压。那么第二一个方面呢，是对中俄关系实施这样一个挑拨离间。那么这样的话呢，把这个分化中俄关系是符合美国的这样一个战略利益。那很显然呢，那么这样一个说辞或者三番五次的去挑拨，我们应该也要引起高度的一个警惕。当地时间2月28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2023财年预算案，其中防卫相关预算高达10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日本民众和在野党人士均表示强烈抗议，反对政府企图重走战争道路。近来，日本在安保领域蠢蠢欲动，在加大防卫投入的同时，还加强与域外势力的勾连，通过与英澳的互惠准入协定。
日本军事化加速，值得区域国家高度警惕。根据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的2023财年预算案，该国政府支出总额为114.38万亿日元，其中防卫预算高达6.82万亿日元，占总预算约6%，创历史新高。新财年防卫费不仅增至2022财年的1.26倍，还超过公共事业费和文教科学振兴费，首次上升至第2位。会上，日本立宪民主党、日本维新会、日本共产党等在野党均反对通过该高额预算案，并对伴随防卫费增额而产生的增税方针提出反对，表示将在参院审议中进行追究。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表示，若加上超过3万亿日元的强化资金，则新财年防卫相关预算总额将超10万亿日元。此举势必加重国民负担，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令人担忧。现在日本方面大幅度的增加防卫预算的根本原因是，它当下这种防卫的根本原则的转向，也就是说，从原来的专守防卫变得更加的咄咄逼人。再加上最近10年吧，日本的自卫队加入了一些新的武器装备，比如说像出云级的轻型航母，包括从美国购买的全球鹰那样的大型无人机再加上当下耗资约合108亿人民币，从美国准备购买400枚战斧巡航导弹，这样的武器装备实际上在10年前日本自卫队的序列当中是没有的。当然，我个人认为根本的原因还是美国逐渐的想把日本转变为一个相当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一个鹰犬一个打手的角色。外界注意到，在高额防卫预算案中，不少是配合岸田政府近期提出的施政重点，其中用于购买和生产远程导弹的费用增长显著。预算案通过的前一天，岸田对外公布日本计划采购400枚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并称采购战斧是用以增强反击敌方导弹发射基地的能力，预计将在2026年度起列装自卫队。这400枚战斧的采购费预算就达到2113亿日元。此外，防卫装备研发预算及维护维修预算也出现巨额增长，分别达8968亿日元和2万亿日元，是2022财年的数倍。外界高度关注400枚战斧将部署至何地。有消息指，临近北方四岛的东北部和靠近钓鱼岛和台湾岛的西南方向将成为首选地。也有消息指，或将在九州岛部署战斧。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几处均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朝鲜及韩国构成威胁。分析称，日本要形成所谓的饱和式攻击军事能力，后续可能还会继续购买战斧巡航导弹。事实上，采购战斧在日本整个所谓反击能力建设中仅仅是个开始。日本政府特地制定了3步走计划，将在未来5到10年完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第一步就是从美国引进射程超过12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来初步提升日本的远程反击能力，并逐步摆脱和平宪法对日本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的限制。第二步则是将自产12式反舰导弹的射程从原本的200公里提升至1000公里以上。最后是通过大力发展超音速燃烧冲压发动机技术，逐步发展出高超音速武器。与此同时，日本还计划对海上自卫队现有的宙斯盾驱逐舰进行全面升级，以适配未来采购的海基战斧巡航导弹。预计将使用宙斯盾驱逐舰的射程从200公里升级到1200公里。隐形化改进的日本12式反舰導弹也将在2027年部署到舰上。日本がトマホークを持ったというだけで、それこそ一定の打撃力を持ったと認識しますよね。しかもそれが潜水艦だったらもっと。そうです。要するにどこにいるかわからないから、どこから飛んでくるかわからないから。实际上，现在日本购买了战斧，它到底是购买陆基型还是海基型，现在是有争议的。就是说，它有可能全部是购买海基型因为日本本身它是装备有宙斯盾的金刚级的驱逐舰上边采用和美军一模一样的 MK41垂直发射系统，用这个系统就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如果是海基型装在这个军舰上发射，那么这样的驱逐舰严格说就可以随着这个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调动根据这个导弹的射程对相关的区域构成威胁。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政府学院副教授詹妮弗·林德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称，在二战结束70多年后，
日本正在谋求显著地改变其国家安全学说，其重要标志就是发展反击能力。林德认为，根据日本和平宪法规定的防御性防卫理念，日本法律曾禁止自卫队拥有远程导弹以及两栖作战能力和航空母舰等进攻性武器，但现在这些都在服务美日同盟的名义下逐渐被突破。战斧巡航导弹的引进，标志着日本所谓进攻作战能力开始走向实质，也凸显着日美军事一体化进程再次加速。